我娘是龙，不会孵蛋，生下我后把我丢进了隔壁的蛇窝里。孵化那天，她看着一堆黑不溜秋的长虫，挑了最好看的那条回去。千百年后，听闻龙族出了条不会飞的弱智龙，而蛇族冒出了条天才蛇，能爬能飞，还能打蝴蝶结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泥潭里，我正用尾巴尖画画，泥点子溅得四处都是。这沼泽地的黑泥巴带着股腥臭味，但比龙族那些熏死人的香料好闻多了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！一条花斑小蛇扭着身子从泥潭边窜过来，差点一头栽进我的画里。慌什么？天塌下来有龙族那些长角的顶着，就是龙族出大事了。小花斑用尾巴抹了把脸，兴奋地直吐信子。听说他们那个钢化型的小公主居然不会飞。不会飞，一条龙不会飞，我觉得这是荒谬的可笑，千真万确。小花斑凑近我，压低声音，好像这是什么天大的秘密。整个蛇窝都传遍了。那个小公主长得倒是漂亮，据说鳞片像月光一样闪闪发亮，可就是飞不起来。更可笑的是，她刚和天界大太子定了娃娃亲。你说连飞都不会，以后怎么上天成亲？难不成让新郎官背着她？我想到着那场景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一条威风凛凛的龙，被天界太子像抱灵宠一样抱着飞，这画面太美，我不敢看。还是我们大小姐厉害，身为蛇居然会飞，开天辟地头一回。咱们沼泽蛇族什么时候这么风光过？小花斑谄媚地用头蹭了蹭我的鳞片，我得意地昂起头，展开背上那对蛇族没有的翅膀。虽然比真正龙族小得多，但确实能飞。破壳那天，我娘看到时都惊呆了，拉着我爹研究了半天，最后得出结论，可能基因突变了。那老黑蛇家的二儿子，不是也是天生头顶多个角吗？不痛不痒的，除了顶蛇时疼些，倒也无碍。要不要现在飞一圈，给小的们开开眼？小花斑眼睛亮晶晶的，我昂首挺胸，看好了。双翼一展，猛地腾空而起，泥浆像雨点般从身上甩落。我在空中翻了个漂亮的跟头，又俯冲下来，翅膀几乎擦着泥潭表面掠过，激起一片泥点子。随后在空中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，底下的小弟们疯狂扭动身子，发出丝丝的欢呼声。大小姐威武，太帅了！咱们蛇族以后也有飞蛇了。我得意洋洋的正要再来个高空旋转时，突然听见一声熟悉的呼唤：绵绵，别玩了，快下来！我娘正盘在最高的那棵树上朝我呼喊。她今天居然把鳞片擦得锃亮，还戴了串拇指粗的珍珠项链。干嘛呀？我正玩得高兴呢。我收起翅膀落在她身边。玩什么玩？家里来客人了，快回去。谁呀？该不会又是来参观会飞的蛇的吧？上次那群青蛙精差点没把我烦死。我莫名其妙地跟着他往家游，这回不一样，今儿来的是凤凰家的独生子，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。啥？你不是喜欢漂亮的吗？这个够漂亮，尾巴毛有7种颜色呢。他朝我挤眉弄眼。那龙族都定娃娃亲了，还有那鹤族，我再不下手，回头就只剩歪瓜裂枣了。我僵在原地，尾巴尖不自觉地打了个死结。娘，他是鸟，我是蛇，万一他半夜肚子饿，想吃夜宵了咋办？回头一看，把我给刀了。我娘瞬间鳞片倒竖，整条蛇像弹簧一样绷直了。哎呦，我的祖宗！我怎么没想到这茬？那咋办？把他赶走。等我们鬼鬼祟祟溜回家时，那位凤凰小公子正单脚站立在我家最大的一块石头上，另一只金灿灿的爪子优雅地收在腹下。阳光照在他身上，那身羽毛确实漂亮的晃眼，红金蓝绿层层渐变，尾羽长得能把我家扫干净。这就是令爱，果然很特别。凤凰小公子歪头看我，眼睛像2颗黑宝石。我能听到他好像咽了口水。我爹正紧张地在石头下游来游去，是啊，特别能吃，一顿能吞5只鸡。我娘狠狠撞了他一下。
凤凰小公子展开一边翅膀，掩着嘴轻笑，这动作看得我鳞片发麻。家父听闻沼泽出了条会飞的蛇，特意让我来认识认识。我盯着他那张尖嘴，不由自主地想象他啄开我肚皮的画面，赶紧往我娘身后缩了缩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最后，小公子展开那对华美的令人发指的翅膀飞走了。我爹望着天空中那条大尾巴，忧愁地叹了口气：“闺女啊，我像你这年纪，你娘刚出生，我爹就给我上门下定了。那是您运气好，也就欺负我娘还不会说话。”我翻了个白眼。我娘一尾巴抽在我背上，没大没小，随即又忧心忡忡地盘成蚊香状，这可怎么办？连凤凰都看不上，你到底能看上啥？前些日子我跟龙族那女人又遇到了，她还炫耀她女儿和天界联姻了，真是气人。生蛋的时候不认识自己的蛋，差点一口吞了。我替她孵出来了，她拍拍屁股就跑了。我正用尾巴尖练习打第9种蝴蝶结，闻言差点把尾巴系成死疙瘩。照这么说，我娘是小公主的二娘，这蠢娘们也就泽华能忍她。我娘越说越气，她和龙族王后是千万年的死对头，一见面就能吵得天地变色。可不知为何，我娘当年却愿意替她孵蛋，这是我怎么想都觉得蹊跷。看上了才可怕吧？我嘟囔道，想起凤凰小公子那锋利的喙，浑身一哆嗦。当晚趁着月色朦胧，我收拾了个小包袱，包了几只烤鸡和几颗漂亮的鹅卵石，悄悄溜出了家。我决定等我娘啥时候放弃让我找小夫君了，我再回去。人间形形色色，五味斑驳，正是藏身的好去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娘绝对想不到我会跑去那里。她总说人间浊气重，会弄脏鳞片。我找到两界交界处最薄弱的一点，深吸一口气，展开翅膀，准备飞越结界。就在我即将穿过那层透明屏障的瞬间，一道紫金色的闪电突然劈头盖脸砸了下来。轰！我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，眼前一黑，直直坠入下方的河流中。冰冷的河水灌入鼻腔，我下意识想变回蛇形游动，却发现全身麻痹，动弹不得。药丸！出门没看天气预报，这是我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个念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睁开眼，首先瞧见的是一簇跳动的篝火，然后居然是一张好看的过分的脸，剑眉星目，鼻若悬胆，薄唇微抿。那人正专注地拨弄着火堆，火光为他轮廓分明的侧脸镀上一层金边，连睫毛都在脸上投下细密的阴影。醒了，他突然转头，漂亮的眸子对上了我的视线。哎呀，荒郊野岭，有火，有我。他想吃烤蛇肉，我吓得浑身一僵，正准备一个机灵跳起来逃跑，那男子却递来一个竹筒，喝点热水。他的声音清冷，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家在哪？小姑娘。我低头一看，果然是一双人类的手掌。这雷击让我化形了。我爹说过，蛇族只有在成年时才会化形，想不到我一不小心又打破了蛇族记录。幸好，幸好，我娘千叮咛万嘱咐，人间有吃蛇羹的习俗，绝不能被人发现本体。我叫绵绵，蛇绵绵。我没有家。我接过竹筒，随口编了个谎。男子的眼神顿时变得怜悯起来，让我浑身不自在。我摸摸身上的包袱，空空如也，带出来的烤鸡和漂亮鹅卵石全掉水里去了。一股委屈突然涌上心头，我想回家了。可是我试着调动体内法力，却发现经脉里空空荡荡。那道该死的雷把我的法力也暂时劈没了。这下别说飞回沼泽，连给娘亲传个信都做不到。呜呜呜！我一时没忍住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。更糟糕的是，因为没了法力控制，背后的翅膀噗的一下子显形张开了。这男子明显吓了一跳，手中的竹筒差点打翻。我手忙脚乱地去抓翅膀，可他们根本不听指挥。这下完了，他肯定要把我当妖怪了。我娘说过，人间有种教导似的专抓我们这种不听话的妖怪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男子只是愣了片刻，随即手忙脚乱地拿起刚烤好的烤鸡，
别哭别哭，先吃点东西。我抽抽搭搭地接过烤鸡，闻到香味后，肚子立刻不争气的咕噜一声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吃饱再说。烤鸡很香，我吃得飞快，1只、2只。当我啃完第3只鸡时，抬头发现男子正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怎么啦？我舔舔手指，意犹未尽。没什么，只是没想到姑娘胃口这么好。她轻咳一声，眼睛不再看我。其实我还没吃饱，在沼泽时一顿能吃5只鸡呢。但看她手上已经没鸡了，我只好遗憾地作罢。然而没过一会儿，肚子里突然翻江倒海，我脸色一变，捂着肚子蜷缩起来。怎么啦？男子紧张地凑近。肚子疼。我冷汗直冒，话没说完就跳起来冲向草丛里。1刻钟后，我虚弱地爬了回来。刚坐下没多久，又脸色大变冲了出去。如此反复了8次。第8次回来时，我2腿发软，刚要说话，啪叽一下，眼前一黑，又晕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醒来，发现又换了个地方，翅膀已经收回去了。有人正掰开我的嘴往里塞东西。他吃了什么？都拉虚脱了。一个苍老的声音说：“3只烤鸡。”3只？那去内脏了吗？就是鸡肠子什么都去了吗？还要去内脏？一阵漫长的沉默。商言是指你把带鸡屎的肠子也给他吃了。老者在开口时，语气带着深深的疲惫。我猛地睁开眼，正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在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商言，而商言脸上一片呆滞。鸡屎？他说我把鸡屎也吃了，怪不得那烤鸡有股似骚非骚的味道，与我娘烤的相去甚远。我还以为是凡人的手艺都如此，没想到下凡第1顿居然吃了鸡屎。我2眼黑了又黑。商言可能出于愧疚，硬是把我留在了无极宗养病，每天变着花样往我院子里送东西。山下王记的蜜饯，李记的核桃酥，沈记的纸皮馄饨。不过1个月，我就尝了许多凡间美食。原来他的手艺真是世间独一份，寻常人真没吃过鸡屎。无极宗作为修仙界第1大派，光是内门弟子就排出上千号。商言是掌门首徒，平日里冷着脸往练剑台上一站，底下师弟们大气都不敢喘。所以当他抱回个私生女的消息传开时，整个无极宗像被炸开了马蜂窝。这日我正躺在葡萄架下晒太阳，一抬头，墙头上齐刷刷冒出10几颗脑袋。小师侄看这里，一个娃娃脸修士突然抛出个圆球。这是蹴鞠，我给加了灵气，踢不坏。我下意识接住，还没看清楚，又有一连串的小玩意儿全部丢了过来。还有我的糖葫芦，会跳舞的机关鸟要不要？不过半天功夫，我就收到了好多礼物。师弟们对我很好奇，几句话下来，就知道我吃了商言的烤鸡中毒之事了。小师侄，大师兄虽不会制毒，但却无师自通，他做的食物，狗都不吃。我正闹着，院门突然砰地被剑气掀开，掌门独女楚双双红着眼眶站在门口。你是商言师兄的女儿？众师弟们不知所措。下一秒，他把剑一丢，哭得稀里哗啦。我守了师兄整整7年，7年，居然被个凡女偷了家。见他哭得实在凄惨，我犹豫着递去一颗葡萄。吃吗？楚双双抽抽搭搭的接过，带着哭腔问：哪来的？商言给的。我实话实说。他哭得更惨了。商言师兄从来没给我送过吃的，除了上次害我放了3天臭屁的雪莲子。我看着他一边嚎啕大哭，一边把我碗里的葡萄扫荡一空，突然有点同情他了。临走时，楚双双突然抓住我的手，眼睛还肿得像桃子。凡人寿短，等你娘亲先去了，我来做你娘好不好？可我娘是蛇妖啊，寿命比她长多了，她大抵是等不到了。我怕她伤心，不敢和她说。傍晚的时候，商言交完任务回来了。我正坐在青石台阶上摆弄师弟们送的小玩意，忽然鞋里递过来一只风车。山下孩童都爱这个。他和我道歉，我不是有意害你生病的。我犹豫了下，你不抓我吗？无极宗是修仙大派，又是正道魁首，
娘说过，人腰不两立，他居然不抓我。一开始我留下来时没力气跑路，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。为什么要抓你？商言疑惑。我是妖怪。背后的小翅膀又冒了出来，配合的扇了扇。掌门的坐骑也是妖怪，二师弟的药园里也全是妖怪。只不过我没见过长着翅膀还这么奇怪的妖怪，想来是你畸形，所以你爹娘不要你了。他看我的眼神有些怜悯。你都已经这么可怜了，我为什么还要抓你？他说，这无极宗住了好多妖怪。我震惊了。山上枯燥，世间并无那么多坏妖要捉。师弟们只要来活了，什么都愿意接，哭丧都哭出了名声来。商言也接了个做白事的活计。他叮嘱我在山上好好休养后，便匆匆下山了。楚双双等他走后，捧着盒玉灵果蹦进我院子，说要和我增进母女感情。我问他可以去见见那些妖怪吗？他大手一挥，没问题，我正好要去给我爹的坐骑喂食，还要给二师兄的药园子浇水。掌门后院，一只通体雪白的仙鹤正矜持地单腿而立，尾羽下垂，修剪得整整齐齐。楚双双拿起仙果递到他嘴边。仙鹤见到我，突然浑身羽毛炸开，细长脖子猛地后仰。哪来？奶，这不是奶奶，这是我与商师兄未来的女儿，等他娘亲死了，我就可以当他娘了。他悄悄和我说，仙鹤年岁大了，还是个结巴，脑子也不好使，一出宗门便迷路。他爹一般也不带他出去了，就好生养着他。仙鹤突然打断他，细爪子不安地刨着玉砖。楚双双困惑地歪头，你聋了？不，我。仙鹤急得直扑翅膀，掉下2根羽毛。哎，你年纪这么大了，又结巴又聋，还无儿无女。仙鹤，呸！楚双双已经撸起袖子，开始给仙鹤梳羽毛，手法粗暴得像在刷锅。乖啊，多吃果子，少说话。完事后，他还带我去了二师兄周须的药园子。他说那里和人间的菜市场并无两样。我还在琢磨怎么拿药园子和菜市场相比时，眼前的一切让我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。嚯，好热闹！半亩见方的药圃里，每一株植物都长着五官齐全的小脸。最壮观的当属中央那棵何首乌，乌黑发亮的块根上顶着张皱纹密布的老脸，正指挥2株松兰互扇耳光。东边那个，偷我晨露是不是？放屁！老子自己拧的。哎呦喂，人参精又装死骗灵肥了。住手！再吵浇开水了。楚双双抄起水瓢砸过去，药园瞬间安静如鸡，所有药草精齐刷刷缩起叶子。除了那2株松兰，它们的叶片还揪着对方的花朵。他踹了脚装死的人参精，都给我放规矩点。几十双绿豆小眼立刻聚焦到我身上。何首乌精突然一了声，根须抖得像中风。这小丫头身上的味道有点熟悉啊，她爹是商言师兄。楚双双大声宣布，顺手往我嘴里塞了片甘草，甜的，嚼着玩。刹那间，整片药圃炸开了锅。商言忘有崽了，怪不得最近不来把我们入药。闺女比爹水灵多了嘿。一株头顶红果的小枸杞扭到我脚边，谄媚的地上嗑果子。小娃娃吃我的红果果，滋阴补肾。我正要拿着往嘴里塞时，角落突然传来尖叫，杀人了！3气精抢我粪肥。刚安静下来的药园又污糟糟的打作一团。你点子都溅到了我们脸上。楚双双怒，他抄起锄头就冲了过去，老娘今天就把你们全撅了。等商言回来时，发现五师弟正把我举在头顶，坐在飞剑上和其他师弟比赛。我觉得娘说的不对，凡人虽有道士和修仙者，但也不全是坏人。商言说他又接了个镖局的单子，等回头赚了钱，请我去凡间的客栈吃烤鸡，保准没有鸡屎。凡间客栈不仅有烤鸡，还有香香甜甜的糕点。他把我抱在怀里，从街头吃到街尾。我们还去看了皮影戏，演的是道士捉妖的戏码。凡人聚妖，看到妖怪被打得魂飞魄散时，都纷纷叫好。我嘴里的幸福突然犯苦，难道是妖就得死吗？商言，人分好人坏人，妖也分好妖坏妖。皮影戏换场的间隙，
卖花姑娘的茉莉香气飘过来，混着隔壁摊现磨芝麻糊的香味。她的声音轻得像片羽毛落在湖面，就像绵绵，是好妖。我鼻子一酸，背后痒痒的，翅膀又要藏不住了。商言似乎察觉了，抱着我悄悄拐进暗巷。看，他从袖中取出只肥嘟嘟的仓鼠精，方才从戏班救下的，本该被内眼的道士劈成焦炭了。小仓鼠睁开眼睛，冲我做了个揖，可下一瞬吓得魂飞魄散。商言怎么忘了，我是蛇，除了爱吃鸡，还爱吃仓鼠呀。只是我现在没胃口。我把仓鼠精给放了，他摸摸我的头，我们绵绵现在心情好点没？接下去想吃桂花糕还是绿豆糕？都要。我趁机把糕点碎屑全擦他衣服上。他抱着我重新往灯火通明处走，我伏在他肩头，看地上两道影子渐渐融成一道。不远处的戏台传来中场唱词，正邪自古同冰炭。商言忽然在我耳边接了下句，毁誉从来变伪真。我给各位师兄弟们买了好些礼物带回山上，可一回到山上，就发现宗门里氛围有些奇怪，路上竟一个人影都未瞧见。商言神色微变，抱着我赶到了广明殿，正看见楚双双跪在地上在给掌门包扎。平日里仙风道骨的白胡子老头，此刻衣衫被劈成了碎条子，一把整齐的胡须被硬生生扯断一截，参差不齐地翘着。师傅，掌门摆摆手，胳膊上有道深可见骨的伤痕，不过是些皮肉伤。嗨嗨，老白护着我，伤得更重些。我这才注意到垫脚蜷缩着那只结巴仙鹤，雪白羽毛被烧焦大片，脖子无力地耷拉着。其他师弟们纷纷垂头抹泪，给我看病的武师叔少了只手。楚双双拔出剑，红着眼想往外冲，被掌门喝住。回来，你几斤几两，赶着去送夜宵。爹，是他们欺人太甚，说什么除魔卫道，人妖不两立，不就是眼馋我们无极宗的灵脉和藏宝阁吗？就是，我们收养妖又咋了？全都是顶顶的好妖。上次那青阳宗主的宝贝弟子受伤，还是借了我的人参精结的人参果救的命。17师弟的剑尖在地上磨出了火星子。原来这次的门派大会就是冲着无极宗来的。掌门说，无极宗是唯一一个和妖共存的门派。也不知哪儿传出谣言，说应龙现世，天下大乱。几大掌门人想问无极宗借9转灵龙炼烈龙。烈龙？武师叔咳出一口血。龙乃神物，应龙背生双翼，掌天地云雨，是龙族最尊贵的战神血脉。我看他们是眼馋龙筋和龙骨。掌门咳着血笑起来，那些老东西怕极了500年前那场应龙之怒。史书记载，500年前曾有恶蛟冒充应龙血翼，掀起洪水，淹了18座城池。自那以后，但凡有一只龙，皆被视作灾祸。他撑起身子，和武师叔对视一眼，当下宣布解散无极宗。凭什么？我们又不曾作恶。楚双双哭喊着抱住掌门大腿，掌门叹息着抚摸他的发顶。正因如此，那些名门正派才更容不得我们。他环视殿内众弟子，带着你们的灵宠各奔前程吧，总好过被一网打尽。众弟子虽不舍，但在掌门的催促下，还是连夜离开了无极宗。商言带着我们在凡间躲了半个月。周须在深山里寻了块宝地，把那些哭哭啼啼的药草精重新栽下。楚双双每天抱着我坐在外头，朝着无极宗方向张望。等我爹打跑那些坏人，我们就回去。到时候让老白鹤教你站着睡觉。这天清晨，我一觉醒来，发现静悄悄的，楚双双和周须都不见了人影。那株最聒噪的人参精哆嗦着告诉我，2个傻孩子寅时就往西北去了。我坐在门槛上，等到日头西斜，才看见山路上出现3个摇晃的影子。商言左手扶着楚双双，右肩架着周须，3人的血滴了一路。绵绵，楚双双看到我，突然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没了，全没了。周须双目赤红的摊开手掌，是几根沾血的鹤羽。他们用9明真火烧山，还把爹爹的元神锁在焚魂柱上，焚了3天3夜，元神都散完了。
我浑身鳞片都炸了起来。商言沉默地替他们包扎，嘴唇抿得紧紧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他好像心里在流泪。山风呜咽着掠过树梢，恍惚间，我仿佛又看见那个夜晚。掌门捋着胡子偷看我们玩闹，仙鹤在一旁优雅地梳理羽毛。而现在，宗门没了，鹤也没了。我第一次尝到了人类悲伤的滋味，像吞了整颗未熟的青梅，酸涩卡在喉咙里，比鸡屎还难吃。商言把我们从深山带到更偏远小镇，他当了剑柄上的玉坠子，开了家四海镖局。楚双双整日抱着掌门给他的双月剑发呆，周须则一直躲在新辟的药园子里种草药精们。我知道商言每天晚上都不睡，一直在练剑。这天傍晚，周须押镖回来，刚跨进门槛就摔了茶盏。他向来温和的脸上全是愤怒。青阳宗的杂碎在醉仙楼炫耀他们宗主得了我们的镇派法器。楚双双的剑争地出鞘3寸，商言按住他肩膀，眼神沉得吓人，说清楚。原来周须路过酒楼时，听见几个青阳宗弟子在里面醉醺醺的嚷嚷，说什么无极宗的那些蠢货，自认万物皆有灵。不周山明明出现了龙迹，却宁愿解散宗门，也不愿意交出9转玲珑链。无极宗不借，他们就抢，左右还不是到手了。不仅如此，整个门派的法宝都被瓜分得一干二净。不过他们费尽苦心捉的龙却是条蛇，打算过几日拿它来泡酒。我听得一激灵，我们蛇族有人被抓了。周须他们气不过，商量着想偷回9转玲珑链，那可是无极宗的镇牌之宝。商言阻止了他们。我去，他让二师兄和楚双双在家看好我，整个无极宗掌门之下，实力最强的就是他了。若他偷不回，他们去也只能是送菜。楚双双虽不甘，但也知道不能鲁莽。到了该睡觉的时候，我趁他们不注意，跟在商言身后出了门。周须说那条蛇被关在青阳宗地牢，万一是我们沼泽蛇族的哪个倒霉蛋呢？我得去瞅一眼。青阳宗的守备比想象中松懈。我溜进后山石洞时，门口看守的2个弟子正在偷懒睡觉。最里间的玄铁牢笼里，一条小白蛇正躺在地上，蜷缩成一团，看着可怜兮兮。我仔细瞅了一眼，不对啊，我们蛇族啥时候多了条白色的蛇？看着这年纪，好像和我一般大啊。小白蛇听到了我这边的动静，猛地抬头，眼里的泪跟发洪水似的哗啦啦地淌下来。你是阿娘派来救我的吗？人间好可怕，我再也不要离家出走了。他也离家出走。你是谁？你阿娘是谁？难道不曾告诉你，人间可是要吃蛇羹的吗？蛇羹？小白蛇迷茫了。可我是龙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它就是那条不会飞的弱智龙，龙飞飞。可是它怎么也离家出走了？难道不会飞，被天界大太子取笑了？我手忙脚乱地掰开牢门，你不是和天界太子订婚了吗？怎么在这儿？我逃婚啊！他哭唧唧，廖玉那个混蛋天天逼我背天规，还说我的字像蛇爬。龙飞飞打了个嗝，问我叫什么名字。我蛇绵绵。他瞪大了眼睛，惊道：你就是那条会飞还会打蝴蝶结的天才蛇。我骄傲地挺挺小胸脯，还扇了扇翅膀。他羡慕地摸着我的翅膀，左看右看。我正想给他来个全方位无死角的炫技时，洞外忽然传来阵阵厮杀声。龙飞飞吓得眼泪又跑了出来。我变回原形，这是我恢复后第一次变原形。我让他抓住我的翅膀，带他飞出去。刚冲到半空，我就看见商言被7道捆仙索缠在悬崖边，青阳宗主的是魂剑抵着他咽喉，地上有许多血，全是商言身上滴下来的。看天上，突然有人尖叫，所有人齐刷刷转向我，那些修士的表情像见了鬼，有人甚至吓得嘴巴张到了最大。是龙，是应龙，和古籍记载的一模一样。很奇怪，他们指的方向是我。哦，对，龙飞飞在我背上。商言猛地抬头，血糊住他左眼，但右眼里的震惊清晰可见。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本体。
他嘴唇动了动，看口型是在喊我的名字。我俯冲而下，吼声震得山石崩裂，商言快跑！青阳宗主突然狂喜地掏出9转玲珑链，向我围剿过来。龙飞飞吓得闭上眼睛不敢看。9转玲珑链缠上我身体的瞬间，鳞片与皮肉被割裂的声音清晰可闻。那些链环像活物般往骨缝里钻，我疼得在空中翻滚，背上的龙飞飞被甩出去老远。抓住他！抽龙筋！青阳宗主兴奋的吼叫声忽远忽近，数十道灵力通过锁链传来，我的一侧翅膀被折断。余光看见龙飞飞正快速游过来，缠住最近修士的脚踝。小畜生！那修士抬脚狠狠踩住他尾巴，渐渐将他钉在地上。商言！我每吐出一个字，锁链就绞紧1分，血从嘴角溢出。绵绵！商言嘴唇翕动，突然反手握住胸口的是魂剑，硬生生拔了出来。他却像感觉不到疼，手指在虚空画出符咒。9转玲珑链突然剧烈震颤，那些扎进我血肉的链环发出悲鸣。商言的心头血滴在最近那节锁链上，暗沉的链条忽然放光。怎么可能？青阳宗主脸色慌乱。蠢货！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。商言冷嗤。无极宗的镇派之宝，向来只有历代掌门懂得运用之法，师傅早就把这口诀交代于我。锁链哗啦啦从我身上脱落，我趁机叼起龙飞飞腾空而起，折断的翅膀让我飞得歪歪扭扭。底下，商言已画完了完整的周天星辰大阵，他的手指按上最后一个符文上，9转玲珑链突然暴涨1000倍，在天幕下结成遮天蔽日的牢笼。镇派之宝的真正用法，自然是镇山啊！我浑身鳞片都炸开了。这不是普通的阵法，它正以周身血脉为引，把整个青阳宗变成了阵眼。商言！我吐掉龙飞飞想冲下去，却被阵法罡风掀翻。青阳宗主终于慌了神，疯子，你连轮回都不要了！商言没理他，温润的目光穿过锁链看向我。绵绵，好好活下去。锁链轰然收拢，将数百修士搅进阵法中。我发疯般俯冲下去，却只看到了一场漫天血雨。身后的虚空突然裂开一道缝隙，我娘和龙后同时从裂缝中踏出时，他们是循着我们的气味一同找来的。绵绵，你怎么长脚了？我娘看着我头顶惊呼。我下意识摸了摸头顶，有2个小包包，不知何时冒了出来，然后眼前一黑，掉了下去。最后看到的画面是龙后飞过来接住了我。我昏迷了3个月，这3个月里并非是无知无觉的，相反，我除了身体不能动外，其他都听得见。龙飞飞一直在我耳边絮絮叨叨，他说都错了，我才是龙族小公主，她是蛇族大小姐。他还说终于不用为了学飞而跌得头破血流了，也不用学练字了，因为他的字本来就是蛇爬。那天界大太子廖玉就归我了。我想跳起来骂他，谁稀罕那大太子，长得还不如商言好看。我娘见我不醒，哭了好几回。他和龙后在我床边吵得咋咋呼呼，来来回回都是我娘在骂他笨蛋。原来当初我娘在人间玩耍时，不小心撞了脑袋，凸起了2个包。龙后看到后，觉得他是流落在外的孤单龙，硬是把他带回来龙族，不仅教他飞，还教他喷火。2人就是在那时候打打闹闹，认识了这么多年，是死对头，更是好闺蜜，所以我娘才愿意替他孵蛋的。可没想到，但是孵出来了，他挑了一条最好看的回去。龙后哭得呜呜呜的，拉着我的手和我道歉。我也没有怪他，因为我娘早就和我说过，龙后脑子简单。龙爹泽华特意寻了秘药来缓解我长脚的疼痛，因为我的情绪波动导致龙角提前长了出来。他说我这不是昏迷，而是沉眠，等脚长好了，该醒的时候就会醒了。我也想醒，天天听他们在我耳边吵架，脑子被炸得嗡嗡作响。我还想问商言呢，他是不是转世投胎去了？我想去找他，也不知道他是重新做人了，还是做妖了。龙后又一次被我娘骂哭的时候，我醒了，2人十分激动。我摸了摸脚，长好了，手感有点奇怪。我娘抹了把泪，这回你俩偷跑出去，遭了老罪了。
看你们下次还敢吗？我没接话，问他，商言呢？龙后和他对视一眼，没有说话。我心里一咯噔，你们是不是不认识商言？他是无极宗的大弟子，会给我买风车，买幸福。我娘犹豫了下，菲菲都告诉我们了，那修仙者救了你，我们也在现场找了，却没找到他的气息，想来是魂飞魄散了。我不信，眼泪不自觉地落下，心里像裂开了一道口子，冷风嗖嗖地往里面钻。小花班们知道我醒后，都带着烤鸡来看我，可这烤鸡好像少了股味道，我不爱吃烤鸡了。龙后见我整日里对着烤鸡发呆，便去天界借了往生镜。三界若有往生者，都能寻到踪迹。我看了100年，找了100年，都没有查到一丝商言的气息。这100年里，天界大太子都住在我们蛇族，整日里跟着龙飞飞滚泥潭。小花斑长大了一圈，变成了大花斑。我娘还是和龙后吵吵嚷嚷，两个爹爹倒算正常，吵完个哄个的。天界那边也出了件大事，廖玉说那里药帝君都睡了快200年了，当初说去历劫，可至今元神未归。第101年的时候，往生镜终于波动了一下，里头映出人间的一处宅院，黎颜的脸就这么突兀地出现在镜子里。我洗得头顶的龙角都冒了出来，匆匆忙忙下了人间。人间将军府，管家打量着我，犹豫道，姑娘是来应聘丫鬟的。我家少爷情况特殊。特殊？我没理解其中的意思，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商言。这世的商言叫沈南渊，只有17岁，比我小了好多好多。穿过3重院落，沈南渊正蹲在花架子下，专心地用麦芽糖沾蚂蚁。管家在旁边叹气，少爷小时候烧坏了脑子，但心地纯善。方叔，吃蚂蚁吗？沈南渊举起麦芽糖，乐颠颠地跑了过来。看到我时，他眼睛突然亮起来。龙。管家无奈，少爷，我没龙。我不吃。我有些好奇，他是怎么看出我是龙的？沈南渊把手里的麦芽糖塞给我，吃，姐姐吃。管家惊呆了，少爷从不让生人近身的。我在将军府住了下来。龙飞飞躲廖玉时，经过这里，过来瞅了眼。嚯，还真是只有一魄，难怪撒得这么均匀。他的蛇尾勾在房梁上，倒掉下来。沈南渊不但不怕，反而好奇地用筷子捅他嗓子眼。小蛇会说话，叫姐姐。龙飞飞差点被捅呕了，他用尾巴卷走他手里的筷子，威逼利诱道。沈南渊扭头看我，姐姐想吃蛇羹。龙飞飞溜得飞快。午后，我带沈南渊去了趟无极宗。楚双双收到传讯符，早早开了山门等着。当年哭鼻子的小师妹，如今已是新一任掌门了。青阳宗灭门后，他和周须九等不到商言的回归，找了我们许久，哭的眼睛都差点瞎了。我沉眠苏醒后，回到凡间，看到楚双双和周须已经召回了四散的师弟们，重新撑起了无极宗。还真是大师兄，好可爱啊！楚双双迫不及待地上手捏了捏沈南渊的脸，周须红着眼眶，一个劲往他的小布袋里塞红果果。想吃红果果吗？想不想修仙？不想。沈南渊咬了口手里的糖葫芦，酸得龇牙咧嘴。我给他擦去嘴角的糖渍，他讨好的把剩下一半的糖葫芦递到我嘴边。这世的沈南渊修不了仙，他只有一魄，并无仙根。不过不打紧，等哪天我集齐了他的3魂6魄，他就又可以重新修仙了。楚双双给了沈南渊一块无极宗的令牌，说要是哪天想来玩了，随时可以上山来。这几日他学会的新词越来越多，此刻正拽着我袖子往庭院里拖。我确认四下无人，化作龙形让他攀上我背脊。在云层里时，我故意一个急转弯，他惊叫一声，抱住我的脚。落地时，沈南渊突然摸着我的脚说，绵绵的脚好看。我僵在原地，这是他转世后第一次叫我的名字。这天，有个奇奇怪怪的道士忽然闯进将军府，说有法子可以治沈南渊的病，只要找到传说中的应龙，以龙角入药，就可以让他恢复正常。我知道道士是骗子，沈南渊分明是魂魄不全，
不是什么生病了。龙角可是龙的命穴，除了能让人增进修为，别无他用。可沈夫人和沈将军信了，让人大力搜寻应龙的踪迹。我娘连夜过来通知我跑路。绵绵，人间四处在找龙，你又是天地间唯二的一条应龙，要不先跟娘回去避避风头吧。我不舍得走，往生镜里显示沈南渊活不过18，他离18岁生辰还差1个月。龙后为了吸引那些猎龙者的注意力，故意变回本体，在南海溜了他们一圈。我给沈南渊绣了个装零嘴的荷包，他最近咳得厉害，凡间大夫说是先天不足，毕竟只有一魄的身子，全靠我每日渡龙溪吊着。生辰这日，他拉着我的手，说要带我去吃香满楼的全鸡宴。我给他也准备了礼物，让卖糖人的老伯捏了2个糖娃娃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他。就在我转身接糖人的时候，再回头，沈南渊已经不见了。老伯惊骇地指着半空中，方才好像突然飘来一阵黑烟，把人卷跑了。青天白日，居然有妖怪了，吓死人了！我心里一紧，顾不得其他，变换出本体追了过去。老伯，哎呦喂，又一只妖怪！快来看，灾龙现世了！追到城郊枫林时，我嗅到空气中残留的迷魂香，这是修士才有的手段。看样子不是妖怪。林间深处突然传来铁链滑响，我冲了过去。那道士的剑横在沈南渊颈间，似乎等我许久了。早发现这傻子身上有龙息了，没想到正主就在身边。绵绵，呜呜呜，疼！沈南渊被捆在树上，四肢被割破了，地上有个囚龙阵，道士正拿他的血来激活阵法。龙角割下来，我就放了他。不行，没了脚不好看，丑东西，不许抢绵绵的脚！沈南渊嘴里骂个不停，道士听得眉心直跳，手里的剑往下压了压，一条血线出现在他的脖子上。沈南渊疼得哼了哼。我盯着那把青纹剑，突然认出剑柄上残缺的青阳宗徽记。你是青阳宗的人？师父猎龙失败，我来重振宗门。他是青阳掌门唯一的弟子荀谭，3息之内不割脚，我就先断他一只手。一把加持了符咒的匕首被丢了过来，我变回人身，捡起匕首。沈南渊哭得更大声了，扭着身子要过来。荀谭被吵到耳朵疼，干脆斩断了他的左手。快点，下次是右手了。他催我。不行，那是绵绵的脚。沈南渊浑身疼得颤抖，执拗地说道。我的眼里燃起滔天怒火，龙鳞此起彼伏地显现，天空划过一道惊雷。匕首刚切进龙角，他忽然张嘴咬住了荀谭的手腕。荀谭吃痛，下意识反手把剑直接插进了他的心口，剑尖从沈南渊后背透出3寸。沈南渊！我嘶吼着去抓他下滑的身体，却被囚龙阵的金光灼伤了手。荀谭捂着流血的手腕狞笑，居然是条开了情志的龙。可惜哦，等我送你们一起去团聚。话音未落，一道白影闪电般窜过，龙飞飞的毒牙精准刺入他脚踝。荀谭脸色瞬间变得青黑，一口毒血喷出。趁这间隙，我彻底显现龙身，冲进了囚龙阵，前爪小心翼翼拢住沈南渊。他心口的血窟窿不断涌出鲜血，右手颤巍巍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。红果果！沈南渊燃泄的手指捻起一颗朱红灵果，固执地往我嘴边送，绵绵吃。我低头含住果子，眼泪砸在他苍白的脸上。快出来！囚龙阵要爆炸了！龙飞飞在阵外急得直转圈，天空中撕开一道裂缝，龙爹巨大的龙手探进阵中，及时叼住我的后颈就往外拖。我拼命想抓住沈南渊，却只扯下半片染血的衣角。爹爹，沈南渊还在里面，他已经死了，命数如此，你不能干扰。龙爹见我挣扎不休，一尾巴拍晕了我。爆炸声响后，荀谭死在了自己布置的囚龙阵里。醒来时，我已在蛇族房间的榻上，我娘正往我裂开的龙角上缠胶销，嘴里不停数落100多岁的小龙崽子，学人家玩生死恋。我们龙族早的话，100岁就可以当爹了。龙后在一旁削着灵果，
顺手塞了块到我嘴里。那你是没人要吗？怎么3万岁才成亲？我娘专挑龙后的心窝子戳。两人一言不合，又吵了起来。我吐出果核，继续盯着往生镜发呆。原来这叫情志啊！我又找了50年，却再没有捕捉到商言那一魄的踪迹。或许商言的魂魄早就在青阳宗散干净了，沈南渊只是侥幸逃出来的唯一一魄。时间匆匆，天界最近出了件热闹事，说是历劫的黎耀帝君醒了，一醒来就说自己丢了个孩子，具体是什么样的孩子他又说不清，只说很漂亮，背后有对小翅膀。旁人都以为他在人间成了亲，生了娃，纷纷帮他找那孩子的转世。龙飞飞不想去凑这热闹，陪着我去凡间散心，结果这丫头直接把我扛去了最热闹的花楼。这位郎君琴弹得可好，你摸摸这手，比商言的烤鸡还嫩。他硬把个白衣少年往我怀里塞。我瞪着少年递来的蜜汁鸡腿，突然想起商言塞给我的那3只鸡屎都没料理干净的鸡。姑娘怎么哭了？可是鸡腿太咸。少年慌了神，他这是喜极而泣。快喝，喝完我给你找18个更俊的。龙飞飞又塞来一壶梨花酿。窗棂突然被撞开，廖玉风风火火闯进来，手里画卷刷地展开。你们看这孩子是不是有点眼熟？舌绵绵，半空炸响的声音让我失手打翻了酒壶。抬头只见云霞间立着个熟悉的身影，墨发玉冠，额间一道双花神印，月白仙袍被风吹得猎猎作响。李耀似笑非笑，真是出息了，还学会喝花酒。番外，黎耀帝君上门下聘那日，整个蛇族和龙族都震了3震。龙后冲我娘挤眉弄眼，瞧见没？这才是老牛吃嫩草。10万岁了，瞧上我们绵绵这条嫩龙。我娘本来正抹泪，闻言立刻抬头，聘礼单子呢？我瞧瞧。黎耀站在一旁，唇角微扬，袖袍一挥，2条长长的礼单分别浮现在龙后和我娘面前。他居然给龙族和蛇族一起下了聘。龙后看着礼单，眼睛越瞪越大，灵脉10条，上古战甲100副，哇，还有好多宝石。龙族爱一切亮闪闪的东西，他这份礼单正巧送到了龙后的心坎上。我娘好奇地抖开蛇族那份，千年蛇焰草10香，万年灵芝千株，等等，这后面怎么还有凡间烤鸡铺子时间？黎耀轻咳一声，耳尖微红，绵绵爱吃。2个爹爹还未来得及讲话，我娘和龙后对视一眼，就突然同时拍案，嫁了。出嫁当日，龙飞飞鬼鬼祟祟溜进我寝殿，往我怀里塞了本画本子，凡间寻来的好东西，洞房花烛夜用得着。他冲我眨眼，我好奇地翻开一页，只见画上2人衣衫半退，叠在一块儿，姿势古怪。这是什么武功秘籍？我疑惑。龙飞飞噎住，脸刷得红了。你到时候就懂了。正说着，廖玉从门外探进脑袋。菲菲，你送绵绵什么好东西？让我也瞧瞧。龙飞飞一把捂住他的嘴，拖死狗似的往外拽。书呆子别问，走走走。洞房花烛夜，红烛高燃，娇绡帐暖。我盘腿坐在床榻上，捧着那本画本子研究的认真。李耀推门进来时，我正翻到最精彩的一页，画上纠缠的身影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他脚步一顿，眸色微深。绵绵在看什么？我抬头，诚实道：菲菲给的秘籍，但我看不懂。李耀伸手抽走画本子，随意翻了几页，眉梢微挑。原来如此。他合上书，俯身靠近，气息拂过我耳间。绵绵想试一试吗？我犹豫一瞬，点头，想。龙飞飞眼界高，送来的定然是好东西。他眸色骤暗，指尖勾住我衣带，嗓音低哑：那为夫教你。翌日清晨，龙飞飞蹲在寝殿外，耳朵贴门，听得津津有味。廖玉路过，见状疑惑：菲菲，你干嘛呢？龙飞飞竖起食指：嘘，我在验收教学成果。殿内忽地传来一声低哑轻笑，看来绵绵学得不错。紧接着，
是我的惊呼等等。这夜还没试过。龙飞飞捂嘴偷笑，拽着茫然的廖玉溜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